直接打开，岐山的面食可谓是名满天下，即使魏无羡并不太爱吃甜的，也被这点心惊艳到的。蓝湛，好吃，你也吃。蓝忘机摇头，你吃。魏无羡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你不会被那个门生的话气到了吧？快吃吧，今天你就吃了一个馒头。蓝忘机抿着嘴摇头。魏无羡眉头一挑，直接咬了一块点心，一把搂过蓝忘机的脖颈，送了过去。半晌，魏无羡有些气喘吁吁地坐直了身体道：“好吃吧？”蓝忘机眼睛好像在发光，好吃。就是不知说的是点心还是魏无羡了。魏无羡又拿起一个点心送到了蓝忘机的唇边，这回可以吃了吧？蓝忘机摇头，不吃。魏无羡无奈，你故意的对吧？蓝忘机眼含笑意，一声不吭，一副我就是故意的，你奈我何？魏无羡轻笑一声，真是的，蓝湛，你就是仗着我喜欢你，把手中的点心放到了自己的嘴里，把自己送了上去。这两盒点心就以这种方式被二人分吃干净。就是有一点不好，若是有人问蓝忘机这点心是什么味道的，蓝忘机可能说不出来。第二天，温巢便开始找茬了，开始收件。魏无羡有些担心的捏了捏蓝忘机的手，到蓝忘机那里时，蓝忘机虽然冷着脸，但还是把碧晨交了出去。到魏无羡这里，他刚想把随便也交上去，没想到收件门生道：“二公子，这位无羡的剑也收吗？”温巢摸了摸下巴，收他的干嘛？不一定哪天就死了，会气。魏无羡，我病已经差不多好了，谁会死？你才会死，你才会气。蓝忘机握紧拳头盯着温巢，魏婴才不会死，温巢最会气。江婉银嗤笑了一声，早晚得死，也不知道来丢人现眼什么。温巢摸了摸王灵娇的手，哟，江家大少怎么觉得半死不活不行？想用别的颜色的电再抽2下。嘤，小娇娇，这江家人可真可怕吧？你家公子都害怕了，不然让他去交交粪，清醒一下怎么样？王灵娇靠在温巢怀里，摸了摸温巢的胸口，还是公子仁慈，娇娇也害怕别的颜色的电呢。温巢笑道：“来人，送江家大少去清醒清醒。”这边金子轩因为不愿意交剑，被温巢送去跟江婉银作伴去了。魏无羡看着江婉银的背影，无奈道：“又该我什么事？又瞪我？”蓝忘机皱眉，以后不要看他，看我。魏无羡，好，看你，不看别人。江婉银一直板着婉娘脸，一副天下人都欠我的死样子，被去看热闹的温巢看到了，怎么不服气？江婉银怎么也说不出服气2个字，就在圆的梗着脖子，一脸不服。温巢这就不开心了，这江婉银竟然敢挑战他的权威。王灵娇道：“公子，我听说这江家人都喜欢狗，正好公子有一条漂亮的大狗，就让这江婉银去跟他玩玩可好？”温巢轻笑一声，还是娇娇贴心。因为魏无羡及时转头，所以没有看到江婉银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温巢又玩了几天，就听到门生汇报，木西山有一只强大的妖兽。温巢一听，这就是他扬名立万的好时机呀！看着下面的百家子弟，就像看着一群待宰的羔羊，像赶鸭子一样的带着他们去了木西山。温巢坐在大马上，抱着王灵娇，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，看着魏无羡跟在蓝忘机后面，摸了摸下巴：“蓝忘机，你背着魏无羡。”魏无羡：“我能自己走。”温巢：“屁，你要是累死了，我会让温旭笑死。”蓝忘机默不作声的直接背起魏无羡，大步走了起来。魏无羡在蓝忘机耳边小声道：“我知道为什么温家人都觉得我命不久矣了。”蓝忘机：“为何？”魏无羡小声道：“温宁告诉我的，是温情宣扬出去的。温情可是岐黄神医，他说的话自然温家上下都相信。”蓝忘机挑了挑眉，有些谨慎地看了一眼跟在温巢身边的温情。温情为何要帮助魏婴？魏无羡轻声道：“你是不是好奇温情为什么帮我？”“我知道，你求我，我就告诉你。”蓝忘机嘴角轻翘：“求你。”魏无羡摇头：“这样不行，你要叫魏哥哥。”蓝忘机：“你确定？”魏无羡胆大包天：“我确定，一定以及肯定。”蓝忘机轻笑一声：“魏哥哥。”魏无羡一点危机感都没有，笑道：“好了，
我告诉你，是因为我在水行渊的时候救了温宁。温宁说我是他的恩人，他在报恩，还说温家的家训是有恩必报。蓝忘机一愣，他们都没有放在心上的，没想到温宁温情却牢牢地记住了。又想起那个背叛蓝家的苏舍，水行渊之时，魏婴也救了他，结果他背叛之时没有一丝犹豫。魏无羡舒服地在蓝忘机背上，蓝忘机路走得极稳，魏无羡迷迷糊糊的竟然睡着了。温巢看了一眼魏无羡，吓坏了，大声道：“快看看魏无羡，他闭眼睛了，他是不是死了？”魏无羡被温巢这一声嚎吓醒了，懵逼道：“啊，谁死了？”温巢，温家人，蓝忘机，百家子弟。